第57章又荒唐。那一天我和高燕喝了很多酒，聊了很多的事情。我知道了高燕原来也是来自湖南，而且是来自省城。我问她，你来自省城，家庭条件那么好，为什么会干这么苦的工作？高燕道，我爸妈早离婚了。我一听她这么说，便不好再问。但是高燕却主动跟我说了很多她父母的事情，基本情况就是她父亲在外面有了人，然后和母亲离婚。他一气之下没有上大学，便南下打工，一晃南下已经6年了。他比我大了2岁呢。他跟我说，他只想努力的挣钱，挣钱之后就在深圳安个家。他受够了之前的组合家庭的生活，他想自己独立。我说那好啊，周末可以一起去看房啊。我最近也考虑看能不能买房呢。我从8月份上班到现在12月，在博越公司这一边已经拿了差不多5万块钱的提成了。另外苏雪娇那边3个月的分红差不多有2万4。最后还有一笔钱是老彭给的，老彭第一次给了我1万2，后面他自己开了第2次招商会，按照我的那个办法操作的，但是效果不理想。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帮他，我恰好碰到了冲业绩，就跟他讲说能不能我给他写个方案，让他们的人按方案搞。没有想到老彭当天晚上就过来找我，非得要我过去帮他。我不得已去了一天，效果硬是比他们自己搞的要好很多。而那一次老彭给我包了2万的红包，只过1个月，东北和西北的招商会还是我去。我破纪录的给他在2个地方放了600万的货，通过3次订货，他的黄金原子锁一炮打响，畅销全国。全国经营商的第一次订货就高达2000万的份额。那一天老彭特别高兴，又给我包了2万的红包，所以我现在银行里面差不多有10万块钱了。这一笔钱我不想放着，要么买房，要么找个门路投资。买房的事情我不过和高燕随便提了一嘴，没有想到第2天恰好周末，一清早高燕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去看房。我们先从关外看，龙华和宝安都是我们买得起的。看过之后我和他都不太满意，主要是04年那会儿深圳关内和关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从关外到关内还需要下车查验身份证呢，所以发展的差距也大。关外的小区普遍配套不完善，而且很多楼盘还盖在工厂区附近，那个时候环保也抓得不严，厂房的污染也比较严重。2人跑了一天，下午回家，高燕道，陈斌，要不我们去香蜜湖看一看，香蜜湖的小区1万多一平，我可买不起，买不起看看呗，大不了我们2人合起来买一套。高燕说这话的时候脸很红，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微微一动，我想这算不算是高燕对我的暗示呢？我暗叹了一口气，有点不敢接招。现在我和苏雪娇好招是一方面，另外我和郑小军的关系也有些暧昧不清白，在我心中高燕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女孩子，而且我们是同事，万一2个人感情玩得不好，搞得不愉快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香蜜湖有个水榭小区，03年盖的房子，现在竟然还有部分现房。接待我们的小姐姐特别的热情，给我们介绍了80平米的户型。我们看了户型之后都觉得不错，而且价格竟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一些，目前79万左右的总价就能拿下来。我直接给小姐姐讲，反正我和她都想买，但是钱都有点不够，你能不能出个主意？小姐姐睁大眼睛看着我们，似乎很奇怪我们竟然不是情侣。我说你看什么看，这是我们高经理，是领导。女孩立马反应过来，嘻嘻一笑道，靓仔，这很简单，现在我们可以搞零首付购房，你们只需要还房贷就可以，一切我们都可以操作的。我和高燕立马算了一下，零首付购房我们都要全额贷款，1个月要还接近5000的房贷，以04年的消费水平，月供5000其实很惊人了。但是我想到自己在公司上班有工资，苏雪娇那边也比较稳定，1个月5000貌似也能承受。高燕更是很自信，直接去填了合同，我也跟着她把合同填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竟然就买了自己在深圳的第1套房子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苏雪娇。买房之后，我提出请客喝酒，同样约在上次那个烧烤店。这一天高燕喝得更多，而且她很寡言，心情并没有因为买了房而高兴。我隐隐察觉到是因为什么，应该是因为她对我有暗示，但是我却没有积极的回应，所以我也不好怎么安慰她，就只是陪她喝，喝得都醉了。我要送她回家，我们沿着香蜜湖转了一圈，她竟然不记得了家的位置了。我只好跟她在附近的维也纳开了一间标间，我搀扶着她进了房，她忽然跳起来扑到了我的怀里，我很吃惊，想说话却被她吻了上来，酒精的味道，荷尔蒙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，我真是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和高燕再一次发生这种关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高燕很沉默，就趴在我的肩膀上，她的个子真的很高，不穿高跟鞋也超过了我的鼻子，而且她真的很漂亮。她的漂亮不是那种一眼便惊艳的美，而是那种需要时间沉淀之后才越来越感觉出的美。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，高燕伸出脑袋来道，我也要，然后她自己竟然也点了一支烟。陈斌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比较喜欢你。我愣住了，道，
高经理，其实你不用讲，理性上来看，我们肯定不适合在一起。我们是同事，还是上下级，而且从性格和爱好来说，我们也并非佳配。但是我不能每时每刻都理性，你也一样。如果你总是理性，我们就不会发生任何故事。高燕很聪明，很理性，很敏锐，她说了话，我竟然无言以对。